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城里买房的二叔一家回老家过年了，二婶儿高高在上的甩了我妈300块钱：“大嫂，这是我们一家3口过年半个月的生活费。”我妈气得眼睛都红了，可是我爸却笑呵呵的把钱又还给了二婶儿。一家人给什么钱，跟去年一样。放心，在大哥这里吃什么都不要你做。我妈一边做饭一边掉泪，二叔一家却还嫌我妈做得不够丰盛美味。大年30那天，我直接把我妈拉到了餐厅，让那好吃懒做等年夜饭的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还有几天就过年了。在城里买房子的二叔一家回来过年。第一天，二婶儿穿着时尚的大衣，烫着枯草一样的卷发，长长的红指甲，捏着300块钱甩给我妈：“大嫂，我可不白在你这里吃饭啊，把钱拿着。既然给钱了呢，我对饭菜就是有要求的，每餐不能少于8菜1汤，鸡鸭鱼肉大虾的什么都不能少。我儿子正在长身体，对吃的要求很高。我妈没要钱，你们自己有老房子，自己回去做吧。”二婶儿好像听到什么笑话一样，把她那红指甲递到我妈面前：“大嫂，你好好看看，我这手是做饭的人吗？搞笑了，前10几年她难道不是自己做饭的？去城里买房2年就变得高贵不食人间烟火了。我让我妈别理他，去年就来蹭了一个春节，真是给他脸了。又来，可是我们前脚才拒绝，我爸后脚就笑嘻嘻的把那300块钱还给了二婶儿。一家人给什么钱，安心在大哥这里过年，不能亏待了你们。我妈眼睛都气红了。我们一家3口，加上二叔家一家3口，还有爷爷奶奶，一共8个人的，那饭哪里是那么好做的？何况二婶儿还有具体要求，我妈不做，我爸生气了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一家人过年热热闹闹的在一起不好吗？你非要做给谁看？”为了家庭和睦，为了过年，我妈最后忍着气还是答应了。可是二婶儿的要求却越来越离谱。一大早，天寒地冻，所有人都还在床上睡觉，我妈就起来做早餐。可是面条端到桌子上，却没有一个人起来。我爸夹了一根烟，吩咐我妈：“都给他们端到房间里去。这么冷的天，谁起得来？”奇葩，我妈做饭的都起得来，他们吃饭的还起不来了。我妈老实，又是远嫁，她在这里没有娘家，总是一味的讨好婆家所有人。所以即使生气，他也听我爸的话，给所有人把面条端进了房间。爷爷奶奶没说话，但是二婶儿却摔了碗，哐当一声。我连忙跑进二婶儿的房间一看，她正指着我妈的鼻子，像个疯婆子一样发脾气：“大嫂，你故意的吧？你要是不想做饭，不想伺候，我们就直说。”我妈不明白，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发这么大脾气？二婶儿更生气了：“这面都坨了，你让我怎么吃？给猪都不吃的东西，你端给我，疯子！那面做好放在桌子上，叫他们半天都没人起来，那不就坨了吗？”我妈还试图解释，我一把把她拉到身后：“二婶儿，我妈没有求着你吃，不喜欢就自己去做。”哇塞！他立马穿个秋衣秋裤从床上蹦起来：“陈荣，你也敢教训我？看清楚，我是你长辈。”呵呵，那我妈还是大嫂呢，你尊重过她吗？她一脸瞧不起，远嫁的便宜货而已。呸！奶奶披着外套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批评我妈：“你也是的，做饭也要看时间啊，怎么不等他们睡醒了再做？”我妈气哭了：“那你们8点起就要吃，他们9点才起，一个早餐我还要做几锅吗？不可以吗？
你一天天除了做饭还有什么事？简直太过分了！我拉着我妈就走。你们爱吃不吃？奶奶跟在后面喊：赶紧再给春兰做一碗新鲜的端上来啊！做个屁！我妈坐在厨房哭，我也陪着她哭。我不知道当年她是怎么看上我爸远嫁过来的，但是我知道20几年来我们家人都瞧不起她，所有人都对她呼来喝去，当佣人使唤。半个小时后，二婶儿终于起来了，披散着头发来厨房一看，我妈居然什么都没做，她马上跑去搬来了奶奶。妈，你看大嫂，她连你的话都不听了，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。奶奶生气地踢了我妈的凳子，要懒死了你，赶紧给春兰做饭啊！我妈条件反射一般的去点火，可我一把按住她，早餐已经做过了，等午饭吧。二婶气坏了，陈荣，这里没你一个赔钱货说话的份儿，滚开！我为什么要滚？这是我家，不是他家。二婶儿，你才该滚吧！你家在城里，他们明明在城里买了房，一年四季都不回来，偏偏要在过年的时候回来住半个月，住几天也就算了，还要让我妈伺候他，凭什么？我妈说，他哪里是想回来过年，他就是想回来偷懒，什么都有人给他做好，他张嘴就是。连续2天，他都各种作妖，不是饭太硬了，就是菜太少了，总之就没有他满意的。这天晚上，我妈烧了10个菜，饭桌上她给我加了一只虾，尝尝这下味道怎么样？我还没夹到嘴里呢，二婶儿一筷子拍到我手上，饿死鬼投胎啊你！这虾是你这种赔钱货能吃的？她一边说，一边把我碗里的虾夹到了他儿子陈俊碗里，并且把盘子里面的全倒了过去。我气死了，凭什么不给我吃？这是我妈买的菜，哈哈哈！陈荣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家里最没有地位的人就是你妈了，别什么都提你妈你妈。我没告诉过你吧？我们这整个村子只有你妈一个人是远嫁，跟你爸爸工厂里面认识，就大着个肚子跑来了。你说丢人不丢人，要脸不要脸？这次生气的是我妈了，她气红了眼睛，气抖了手，端起一碗汤全部倒在了二婶的脸上。我都惊呆了，20年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她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一整碗鸡汤全部倒在二婶身上，她白色的羽绒服废了，她刚做的卷发上面也挂满了鸡骨头。她疯了啊！王宁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桌子上的人都回过神来，全部黑了脸。奶奶伸手就给了我妈一个巴掌。泼妇，你想做什么？好好的一顿饭你搞成这样，春兰怎么惹你了？她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你就是不要脸，你就是丢人。我儿子娶了你这个外地人，我几10年都脸上无光，你还想在我家里翻天？老大，给我打！打死这个外地不要脸的东西！我爸脸色难看的好像随时要吃了我妈，我连忙挡在我妈面前，不能打我妈，不能打她。我爸根本不听我的，手举得老高，他真的会打下来的。我用力拦着他，可是我妈却突然拉开了我，她笔直地站在我爸面前，第一次这么勇敢。打，陈远，你打啊！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要你后悔一辈子。我爸定定地看了我妈好久好久，最后他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，是我的错，春兰，我给你赔罪。刘春兰还在不依不饶，我妈根本不理她，拿了个大碗加了几个好菜就进了房间，门一关，她眼泪夺眶而出。蓉蓉，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没用？不是，但是我也不理解她为什么不反抗。当年你爸爸追我的时候，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人，我也是傻了啊。他停了一会儿，好像想到了难过的往事，好一会儿才继续说，你奶奶不喜欢我，说我是外地的，
后来我生了你之后，不愿意生二胎，他更讨厌我了。他对我和对你二婶的态度天差地别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你二婶儿才能肆无忌惮地欺负我。其实都是你奶奶同意的。他一边说一边掉泪，最后又说：“没办法啊，谁让我自己要嫁来的。”爸爸推门进来，脸色依然难看。春兰还在外面大哭大喊：“你赶紧去给他道个歉！”凭什么？我盯着爸爸，明明是他欺负我妈，你不为我妈说话，还让他去道歉？不可能！一家人闹得这么难看，做什么？大过年的，出去说个对不起就行。不去，我妈就不去。我默默给他点赞。这么多年，我妈终于硬气了一回。本以为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年30这天，我妈只做了她和我的早餐，连爸爸的都没有做。全家人起来都饿着肚子瞪我妈，尤其是奶奶王宁：“你非要惹我是不是？”我妈笑了：“妈，我做了，你们也起不来那么早，最后也是浪费。反正今天晚上我准备了10几个大菜，够你们吃好的。”奶奶这才不情不愿地离开厨房。没多久，二婶儿又站在了我妈面前，她故意把手往我妈面前晃。我看清楚了，她手上多了一只大金镯子，我认得，那是奶奶65岁生日时我妈给她买的，花了2万块钱。可是现在就这么水灵灵的戴在了二婶儿手上。哎呀，这金镯子就是好看啊！大嫂，妈说我昨晚受了委屈，送我这个让我开心。她是真开心了，而我妈是真死心了。她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，就这么被奶奶送给了二婶儿，太偏心了。我妈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发呆，水壶里的开水咕噜噜地冒着泡，灶台上全是我妈准备好的食材。我看着这些东西，真的很为我妈不值。妈，这顿年夜饭非做不可吗？她抬头看我，中国人的传统啊，不做怎么行？为什么不行？团圆团圆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才叫团圆，和讨厌的人在一起叫什么团圆？她好像突然听到真理一般，眼眶里面全是眼泪。蓉蓉啊，你……她眼泪大颗大颗的流。我抱着她，没事，妈。你还有我。接下来这一天，从早到晚，我和我妈就一直在厨房里面嗑瓜子、刷手机，偶尔往灶里添点柴火。其他人也在院子里面吃零食、聊天、刷手机，等我妈的年夜饭。没有一个人来厨房问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。中午的时候，我爸来看了一眼，但他只是问：“中午没饭吃吗？”往年中午也要简单吃一点的啊。我妈往土灶里面加了柴火。没有，我搞不赢，等晚上一起吃吧。我爸奇怪地看了我妈几眼之后，转身去了院子。大家吃点零食吧。王宁他一个人搞不赢，二叔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春兰，你去帮帮忙，不能光让大嫂一个人忙。二婶满脸嫌弃。我才不去呢，那土灶烧得我满脸灰，又不像我们城里的燃气那么干净方便。笑死，才去了城里2年而已，装什么装？锅里的开水翻了又翻，翻了又翻。为了不让他们怀疑，我妈一直往灶里加火，屋顶飘着袅袅炊烟，任谁看了都知道我妈肯定在做饭。我们又刷了手机到下午，我妈才想起，好像没有点香味说不过去哈，不像在做饭。说着，她把一块火锅料倒进了翻腾的开水里，瞬间香味四散。院子里的人饿了一天，突然闻到这香味，个个都眼巴巴地朝这边看过来。陈俊受不了了，摸着肚子冲进厨房：“老女人，先给我个鸡腿，我饿死了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：“滚！没有你要的鸡腿。”“怎么会没有？”我妈说了，大年30吃的最好，她昨晚都带我来厨房看了的。
鸡腿、鸭腿、排骨、大虾都有，快点给我！我和我妈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还有一会儿，他们就会知道，今年的年夜饭他们只能喝西北风了。陈俊饿哭了，他在厨房里面扒拉半天，最后出去找他妈。妈，厨房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昨天看到的鸡腿、大虾什么都没有。二婶不相信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怕他们小气，昨晚我还特意检查了这些食材的，怎么会没有？他一边说，一边走进厨房，火锅底料的香味同样让他吞了口水。王宁，天都快黑了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我妈往灶里加了最后一块柴火。饿了吗？现在就可以吃了。二婶看了看厨房，除了盖着盖子的大锅里面冒出香味以外，其他地方一碗炒熟的菜都没有。吃什么吃？什么菜都没看到，你让我们吃什么？我把他推出厨房。不急，去桌子上等着吧。我妈这下是真的开始炒菜了，但是她只炒了2个，一盘牛肉和一盘虾，她全部端给我，先垫一下肚子。一时半会儿我们还走不成的。满满一盆虾，我给妈妈包了一半，吃到最后一个时被陈俊发现了。他连忙冲到堂屋，妈，奶奶，那个老女人把好吃的全部给了赔钱货。冷清了一天的厨房一下就热闹了啊！爷爷奶奶、爸爸、二叔、二婶儿还有陈俊，全部脸色铁青地站在我妈面前。二婶儿气急败坏，疯了！王宁，你把大虾全部给了你的赔钱货，那我儿子吃什么？我妈笑了，他又不是我儿子，他吃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的孩子谁管，我只要管我女儿就行了。而且这虾是我买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哇塞，真霸气！我又给我妈点了个赞。今天的她跟以前完全不同了。奶奶突然一巴掌扇到我妈脸上，贱人，大过年的你发什么疯？太快了，她动手太快。我妈没躲开，我也没拦住。我们这么多人等着你的年夜饭，你倒好，在这里给你的赔钱货偷偷开小灶。王宁，你贱不贱啊？我妈眼睛通红，她气得手发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可我能说，我拿起身边一个瓷碗，啪的一声摔在奶奶面前。奶奶，同样是你的儿媳妇，你心也偏得太狠了。凭什么二婶儿可以不动手，而我妈就要1日3餐的伺候你们？哪里来的规矩？她还没说话，二婶儿插嘴了：“这里没你一个赔钱货说话的份。我告诉你，就凭我是本地人，就凭你奶奶对我知根知底，就凭我是清清白白的家庭嫁过来的，我不像你妈，怀着你这个赔钱货来结的婚，所以她就是不要脸。”他就是丢人，他就是要被我们所有人瞧不起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因为我来早了。妈的，他那张烂嘴真的好讨厌，真的好贱啊！我一盘生辣椒全部扣在他的嘴上。你作为一个弟媳妇儿，我妈什么时候生我，关你屁事儿？要你嘴贱？哇塞，那是朝天椒啊，最辣的辣椒，没有之一。整整一盘全部被我塞进了他的嘴和鼻子，他呛得眼泪直流。二叔手忙脚乱地给他倒来一杯水，一口下去，哈哈哈，笑死我！那是热水，这下更辣了。他大叫着原地转圈，简直不要太滑稽，连我妈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奶奶又要伸手打我妈，我立马抓住她的手，从今天开始，谁都不准打我妈，谁也别想要我妈伺候。我扫视了他们所有人，继续说：“今天这顿年夜饭，你们自己动手吧，休想我妈给你们做一盘菜。”奶奶大呼小叫：“疯了！王宁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，跟你一样没有家教，不是东西。”呵呵，去他妈的家教！以前我妈总说她是奶奶，她年纪大了，
让我不要跟他计较。即使他每年给陈俊1000压岁钱，而只给我100；即使他好吃的好喝的全部藏起来给陈俊，从来不给我。我妈都说不要管他，妈妈给你买。可是现在我妈都不认她这个婆婆了，她在我眼里就屁都不是。我和妈妈转身准备离开这里，我在城里的餐厅订了一桌，才不要在这里受他们的鸟气。爸爸眼见我们要走，他连忙拉着我妈：去哪里？这大过年的，你们要去哪里？马上吃年夜饭了，别闹了。我妈用力甩开他的手：我们就是去吃年夜饭啊！他还是不让我们走，爷爷奶奶也不让走，要走可以，饭做好再滚。你们以为我想见到你们？滚！做好饭全部给我滚！牛逼！我看着盛气凌人的奶奶，感叹了一句：奶奶，你才是真正的不要脸！她气疯了啊！什么时候被小辈这么赤裸裸地骂过啊？她身体发着抖：老大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很奇怪，这次我爸没有听他的，只是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和我妈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二婶儿灌了几瓶冷水后，终于可以说话了。她的嘴已经成了香肠，简直不要太可笑。她举着手就要朝我妈扑过来，我转身一个锅铲顶在她的喉咙：离我妈远点，不然你信不信我一锅铲拍死你？她不敢前进了，但还是张着嘴一直骂一直骂。本来已经走出去几步的我妈又转了身回来，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：刘春兰，以前我拿你当家人我忍你，但是你们简直得寸进尺，要是今后你再敢骂我一次，我就打你一次。你不相信就尽管试试。二婶儿在我们家一贯跋扈惯了，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？她大叫：二叔，你死人啊！看不到我被打了吗？还不动手？二叔迟疑了一下，二婶儿更加生气了：王宁，你敢打我？你……他高举的手直接被我抓住。很好，趁机我把大金镯子给他撸了下来，哈哈哈！该是还给我妈的时候了，他凭什么戴？这下他跳脚了：我的镯子，我的金镯子，快点还给我！妈，他抢了我的金镯子！呸！真是不要脸！明明是我妈买的，我拿回来有什么错？奶奶也恨不得打死我，可是他们谁都靠不近我。我举着烧红的火钳，谁敢靠近，我就给他身上留点永远下不来的印记，让他知道我陈荣不是好惹的。我妈本来都打算一走了之的，谁让他们还要犯贱？于是他快速地拿出来前几天就开始准备的年夜饭食材，全部倒进了垃圾桶。所有的东西，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，买得到的买不到的，全部进了垃圾桶。吃吧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年夜饭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和我妈在他们瞪大的眼睛面前潇洒离开。餐厅里面还有那么多好吃的等着我们呢，才不要跟他们继续在这里耗着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影响我们的心情。我爸跟在车子后面追了很久：等我啊，你们去哪里不带我啊？带个屁！他这辈子窝囊，在别人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却在我妈面前耀武扬威。让他跟他的家人去过吧，跟他的爸爸妈妈、弟弟弟媳妇去过年吧。我和我妈终于吃上了美味的年夜饭，我妈又红了眼眶。这不用自己动手的年夜饭就是香啊！是啊，只要妈妈高兴，我就高兴，什么都值得，什么都香。我爸一直打电话来，我妈不接，我也不接，但是我发了个朋友圈，9宫格的菜品加上我和我妈的合照，我配文：和妈妈在一起就是团圆。我爸第一个留言：在哪里吃饭？我都懒得理他。之所以没屏蔽他，就是故意要气死他而已。这顿饭我妈吃得舒服，我也吃得舒服。蓉蓉啊，
以前妈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你爸，甚至留给你奶奶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。可是现在妈明白了，除了你，谁都不再值得我付出。太好了，她终于想通了，想明白了。以前我总觉得我是远嫁，我没有娘家人，我把你爷爷奶奶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，我把你二叔二婶儿当作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越是对他们好，他们越是觉得我贱，我倒贴，太可笑了。我捏着他的手，妈，你现在想通还不晚，饭吃的差不多了。我爸才找到了我们，当然跟他一起来的还有爷爷奶奶二叔一家。奶奶戳着我的脑门儿，贱东西，你们自己倒是会享受啊，大几百的餐厅你们也敢来了。我妈吃了最后一口菜，为什么不敢？我自己的钱我为什么不敢来吃？那我们呢？你们吃得舒服，我们一家人还饿着肚子呢，可没笑死我。奶奶，你们6个人都做不出来一顿年夜饭啊，可平时每餐饭都是我妈一个人做的啊。放屁，你们把菜都倒进了垃圾桶，你让我们怎么做？做空气啊。陈俊看着我们桌子上剩下的几块肉，口水直流。妈，我饿死了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在这里吃。二婶儿心疼死他的儿子了，爷爷奶奶也心疼他们的宝贝孙子了。最后爷爷发了话，吃，就在这里吃一顿，他们2个贱东西都能吃，我们还不能吃了。呵呵，吃，随便他们吃，关我们屁事儿。我和妈妈吃饱了，才懒得看他们发神经。可我和妈妈刚起身，爷爷又说话了，先去把我们的饭钱付了再滚。天方夜谭。我妈瞪了他一眼，谁吃谁付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付钱？本来就该你做的饭，你不付钱谁付？笑话，吃不起别吃。用你们的话说，不嫌丢人吗？我丢什么人？你是我儿媳妇，该你孝敬我。我妈突然抬头，用了很大的声音说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，这一家老少几口人吃饭，还等着被他们骂贱人的儿媳妇来付钱啊！大家给我评评理，他们一边骂我打我，一边要我付钱，是什么道理？周围隔壁的人都看了过来，哈哈哈，钱都付不起，还来餐厅吃饭，真是不要脸！就是一家人吃饭，还等着儿媳妇掏钱，怎么好意思的？吃不起就回家自己做啊！大过年的，非要来餐厅装逼，一边骂人，一边要人掏钱，疯了吧？爷爷终于闭了嘴，但是我听到他在吩咐我爸：“你是老大，该你付钱。”出门之后，我妈就打开手机，把他们2个人银行里面的钱全部转给了我。我看他今天这顿饭怎么付钱。果然，20分钟后，我爸电话过来了。他在那边暴跳如雷：“王宁，我的钱呢？”哈哈哈！我妈关了手机，跟我一起回了家。没到1个小时，他们也回来了。爷爷的脸色啊，太难看了。想必这顿饭最后是他付的钱吧？那肯定跟割了他肉一样疼。我爸一进门就扇了我一个巴掌：“陈荣，是你出的主意吧？这么多年，你妈一直都听我的话。”听奶奶的话，就你出去工作回来后，他就变了，年夜饭也不做了，家里谁都不管了。你到底怎么教他的？脸上火辣辣的疼，我捂着脸，死死地盯着他。他要不是我爸，我现在一定拿刀砍了他。他前脚刚打完我妈后脚就扇了一巴掌回去，不解气，他又连续扇了2个巴掌。陈远，离婚！老子要给你离婚！你这个窝囊废，永远只会欺负我和蓉蓉。老子当年就是被你骗了，才会嫁给你。现在跟老子马上离婚！我爸被妈妈打懵了，他应该是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我妈扇2个巴掌吧。他暴跳如雷：“王宁，你他妈的到底怎么想的？那么多人，你让我付不了钱，你让我出丑，你让我尴尬，你想死是不是？”我妈气疯了，
他不管不顾，看到什么东西就把什么东西往我爸身上砸过去。不然呢，我就让你把我们辛苦挣的钱到处撒。什么叫到处撒？一顿年夜饭而已。我作为家里的老大，我不该出这个钱吗？滚！陈远，你家里任何时候都是你出钱，可是老东西明明有2个儿子，平时照顾老东西的是我们，买吃的买喝的也是我们。你弟弟一家是死了吗？哦，也不对，现在不是在吗？需要他们出钱出力的时候，他们从来不在。过年占便宜的时候，他们就回来了。15天，天天大吃大喝，甚至衣服都要我给他们洗。凭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出钱出力伺候他们？我比他们低一等。刘春兰不高兴了。王宁，你不要张嘴就来啊！我可不是白吃你的，我给了300块钱的，没把我笑死。你们今晚餐厅一餐都不止300吧？你还想300块钱一家3口吃半个月？他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。我回公婆家吃饭，关你屁事儿。他们愿意。我妈递给我一把扫把，蓉蓉，把这些垃圾扫走。大过年的，真是碍眼。我举着扫把就开始乱挥，第一个就扫在刘春兰的脸上。她气疯了，有病啊！扫地的东西，你扫我脸。我又一把挥了出去。二婶儿，你错了，这是扫厕所的，刚刚才扫了狗屎。她差点吐了出来，捂着嘴，恶心干呕。我继续举着扫把乱挥，滚，全部滚！这是我家。奶奶捂着胸口嚎，简直没天理了啊！陈荣，你凭什么赶你二叔二婶一家？因为这是我家，是我爸妈的房子，不是他们的房子。我不欢迎他们，行不行？快点滚！奶奶挡在二婶面前，我在哪里，他们就在哪里。我看你们谁敢赶他们走！我妈猛地摔了一个烟灰缸。我的房子我还不能做主了，滚！全部给我滚！爸妈，你们也可以走了。我伺候了你们10几年，轮也该轮到刘春兰伺候你们了。正好他们城里有了房子，你们也搬过去享福吧。奶奶不好了，爷爷也心动了，哈哈哈！他们早就想搬去城里了，只是二婶一直不答应而已。借着这个机会，爷爷开了口：“老二啊，我和你妈辛苦了一辈子，把你们养大，又给你们娶老婆成家。如今你大嫂说的也对，也该去城里享福了。我们……”他还没说完呢，刘春兰马上拒绝：“不可能，我们那里住不下，你们不要打我房子的主意。”爷爷尴尬了，愣了半天。要不我看这样，我们2老去城里住，然后王宁你们1个月给我3000生活费补贴。天啦，他们也好意思开这个口？我妈照顾他们10几年，二叔家1分钱没给过，现在他们想去城里，反过来让我妈给3000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我妈都气笑了，反而是我爸一直点头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给这个钱的，给爸妈养老是我们的责任。”我妈真是被气的都不知道说话了，但是我能说啊？我盯着我爸：“是啊，给爷爷奶奶养老应该的，那我外公外婆养老也是应该的吧？我妈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没有给外公外婆尽孝，我觉得应该给的更多，要不1个月给5000吧？”我爸咆哮：“疯了，我那里有那么多钱？你当我是挖矿的啊？那爸爸，你不能厚此薄彼啊，都是老人，都是父母，你不能只想着爷爷奶奶，不记得外公外婆啊！”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，但是奶奶却一个茶杯给我砸过来。我都说了不要送他去上什么大学，你看看在学校都学的什么歪理邪说，你外公外婆能跟我们比吗？他们算什么东西？气死我了！我不理奶奶，我只看着我爸。听到没有？奶奶说了，生女儿的父母都不是东西，将来我也不用管你。我爸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
倒是一直打游戏的陈俊突然来了一句：“赔钱货！刚刚吃饭的时候，奶奶都说了，将来你们家的钱也是我的，一分都不会给你，包括这房子。而且刚刚奶奶给了我1000压岁钱，大伯也给了我1000，你呢，一分都没有吧？所以现在该滚的是你和你妈那个老贱人，岂有此理！”我直接进厕所，端了一盆冷水，对着嚣张的一群人就泼了过去。接着第2盆、第3盆，骂我的、骂我妈的，我全部都泼了过去。大年30的夜晚啊，滴水成冰，他们被泼了一身冷水，个个冻得打寒战。陈荣，你疯了！他们是你爷爷奶奶、二叔二婶儿，他们要是病了，那你担待得起吗？哦，忘记了。还有我爸呢，我毫不客气又给他一盆，这下他们一家人可是整整齐齐的了。我雨露均沾，绝对不厚此薄彼。我妈笑得开心，我爸气得发疯，其他人抱着身体发抖，都没有精神来骂我和我妈了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妈迅速把二叔一家人的东西全部丢到了门外。他们明明自己有老房子，就是不去住，就想来我这里占便宜而已，太会算计了。去年让他们住了半个月，今年又来。我爸要回房间换衣服，我妈一样把他的衣服全部丢了出来，拿着你的东西，爱滚哪里滚哪里。爷爷奶奶唉声叹气，二叔二婶儿连夜走人。但是我妈现在不让他们走了啊，反正你们今天也在，那正好，大年30，我们把这些年来的账好好算一算。算什么？刘春兰躲躲闪闪往后退。算这些年来我对2个老人的付出啊！嫁过来20几年，我就照顾了他们20几年。你们呢？同样作为儿子儿媳妇，你们做了什么？没给他们花过1分钱，没照顾过1天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不管了。2个老人，要么你们接走，要么你们给他们钱住你们老房子里面去。总之，我不管了。刘春兰不同意啊，不行，几十年都是你们照顾的，现在老了就交给我，我不管，谁爱管谁管。二婶一家不让爷爷奶奶去城里，我妈现在又不管他们，奶奶有些心虚了。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妈，你不管我们，那谁管？我妈瞪了一眼我爸，找你儿子啊？找我做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得回去给我爸妈尽孝了。一听说我妈要走，爷爷奶奶终于慌了，当然我爸更慌。不行，我不同意你回去。我们一家3口，加上二叔家一家3口，还有爷爷奶奶，一共8个人的，那饭哪里是那么好做的？我蛋，你回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蓉蓉怎么办？呵呵，别拉我当挡箭牌，我没问题。我妈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我妈说完就拉着我回屋，她关上房门流泪。这些年，我太亏欠你外公外婆太多，我现在也终于清醒了，该是回去照顾他们了。你也长大了，想在哪里就哪里，妈妈不拦着你。大年初1，我妈还没起床，我爸就已经做好了早饭。老婆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我妈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提了行李。我爸急了，一把扯住他的行李箱。大年初1，你要去哪里？爷爷奶奶也听到了动静，看到我妈的行李箱，也连忙过来啦。几十岁的人了，还搞离家出走这一套，有意思吗？可太有意思了。我一把从他们手里抢过我妈的箱子，放在车上。爸爸，你反正也不喜欢我这个让你丢脸的女儿，今后你也不用看到我了。我和我妈一起走，你开心不？他结结巴巴。你们，我没让你们走啊！你是我女儿，我怎么能不喜欢你呢？呵呵，眼看要失去了，他害怕了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他，不可怜他。我摇下车窗，说了一句让他和爷爷奶奶都瞳孔收缩的话：爸爸，
我准备给妈在外婆家那边买一套房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